3DO。欢迎收看魔宝龙新一期视频。作为一个久经考验、设计烂的最破坏平衡的派系，元素城的英雄真正意义上的奉行一个准则：强的强死，烂的烂死。魔法学院的出现，也就使得一些职业引以为傲的技能树在元素城这里成为了笑话。元素城里面除了公认的几个大魔王之外，他们的元素史开局都带着四系魔法当中的一个。反观元素人里面没出现东西，甚至说两个完全一样的英雄都是存在的。尽管元素人的技能数不错，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的英雄和元素史相比都是没出现东西，万浪费。第16名冰鱼凯尔特。元素城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开局的技能偏了，因为在正常情况之下，元素城的英雄绝对不可能偏技能。凯尔特不仅偏了，而且上来就拉个大的，开局带学习能力的含金量就如同他的特长一样。你说他有用呢，他也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用；你说他没用呢，他完全是个白板。最早 UP 主还以为他的特长是给水元素、冰元素加2点攻防，仔细研究之后发现我错了，他只加2点攻击，防御是1点不加的。正所谓万浪费兵种特千万，元素城一家占一半。幸亏凯尔特开局还带个战术，要不然在兵种特里面真能排到倒数第一了。如果把战术换成一个学术的话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？第15名火女伊格尼萨。英雄无敌3类抽象英雄，有车无证，有证无车，有学术没书。好在元素城的铁匠铺里面是卖弩车的，但是还是那个问题，你在元素城里面玩什么不好，你非得玩弩车吗？这里可能有朋友要说，他可以守城呀。其实守城和修长城一样，元素城表示我修长城，真的吗？我真的需要守城吗？简单概括就是玩什么也不会在元素城里面玩炮，而且元素城也不是很需要守城。它的特长要强于水元素特，可以给火元素加1攻2防，还有2点杀伤力，都加上的话，一个烈火元素有13点攻击、10点防御和6到8的杀伤，这样的属性就可以当成一个真正的4级兵了。并且这个特长对于召唤的火元素来说同样生效。相比于万年不买的火元素，精神元素特帕里斯很显然要比火女更厉害。原因很简单，火元素你不买，魔元你是肯定要带的。初始的技能和火女一样，也是进攻加炮术。到底是元素城呀，连英雄设计的都这么随便。它的特长是精神元素和魔法元素攻防各加3，加成虽然也不多，但是至少能看出点变化。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元素城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英雄开局技能偏了，并且帕里斯还有一个小兄弟也是特长精神元素，两个英雄在质量方面还是有一点小差距。第13名还有12名埃德蒙还有索尔纳。游戏里面有一些高度相似的英雄，但要说完全一样，那游戏里面仅此2个。索尔纳和埃德蒙最大的区别就是头像不一样，性别不一样。开局的技能都是战术加理财，这样的初始属性当一个副将当一个主将稍微带兵都是很合格的。看到没有，元素人就算是胡乱设计，这个职业的整体强度还是在线的。尽管不会有人选埃德蒙还有索尔纳首发，但是不得不说这2个英雄后期还是有一战之力的。土元素和石元素你可能不会买，但是呢召唤土元素还是要用的。以土元素为例，埃德蒙和索尔纳召唤出来的土元素有12攻11防，还有9到13点的杀伤。我不是假定他们2位的性别，因为在最初的设定上都是明确性别的，埃德蒙是男的，索尔纳是女的。讲完了这5位元素人之后，剩下的3个元素人都可以当主将了，但是接下来的却不是一个元素人，而是一个元素使。第11名嗜血奇术特恩托斯。这里先简单的说一下，他只是在元素城里面排11，把他还有咱们还没有介绍的拉克斯费拉放进其他派系，他就会排在他们2个前面了。玩家大部分学习火系的时候就是怕技能数偏了，或者担心不学火系就不给你出气土，但是在元素城里面显然没有这样的烦恼，这就使得即使恩托斯开局带了一个火系，在元素城里面其实也相当于他的技能数偏了，并且这个嗜血奇术在元素城里面发挥的作用和地狱差不多。火鸟免疫火系，魔法元素免疫所有魔法，烈火元素免疫火系，雷元素和冰元素是远程兵，土元素你从来不买，基本上这个嗜血就给小蝴蝶套得了。但是小蝴蝶的杀伤浮动非常大，即使是恩托斯特长嗜血奇术，伤害的加成也远远不如给他套个圣杯。这里再强调一遍哈，恩托斯只是在元素城里面有资格叫他万浪费，你放别的派系那是妥妥的神将，拉地狱去人家初始3点力量3点知识，就算是放魔法神剑人家开荒也是独一档的。第10名费拉，尽管听上去好像有点费拉不堪，但是费拉是一个非常滋冷的战士，
开局终极进攻的战士，无论在任何一个派系，开荒都是有2把刷子的。开荒有个进攻，可以实实在在的解决很多问题，就像生活当中备上一个妙界的肩颈按摩仪，也可以有效的缓解颈椎问题。来都来了，不如看看妙界家的肩颈按摩仪吧。最近全靠它帮我揉松肩颈，畅通经络，幸福感都快爆棚了。做视频几个小时下来都不累。商务小姐姐喂饭催更2不误，真的很感谢支持。我是第一次用上这么像人手的按摩仪，怪不得一直见它在榜上畅销。这手法就跟干了几十年的老师傅一样老练。8D 按摩头仿虎口抓捏，揉按后脖颈的肌肉和穴位，同时还能推按斜方肌、肩胛骨，配合热敷一会儿就揉开了肩上的压力，连脑袋都清醒多了。屏幕前的你是不是正低头刷视频呢？经常久坐对咱颈椎危害可不小，不信你捏捏肩膀，酸不酸，胀不胀？现在不注意，等压迫到颈椎神经，头晕恶心，还会影响正常生活。后期一旦形成颈椎病，不仅很难根治，开销也是无底洞。平时真的要多按摩放松，及时缓解颈肌劳损，做好预防。现在外面有很多类似的按摩仪，看着差不多，但按再久还是照样难受。像妙界这样对准穴位发力，把肩颈给按透才是真的舒服。我一般都把它扣起来按，解放双手。按摩时不影响工作，还能顺带端正我的坐姿。运动后也可以拿来按按腰，捏捏腿，全身上下都被伺候得明明白白。大家也可以给家里人带一个，老一辈不舍得出去按摩，妙界是真用得上。现在评论区领券比大促都便宜，售后靠谱，送运费险，1年内有问题还能免费换新，放心买，放心用。地狱的纳美斯开局也是终极进攻，也是个兵种特。在这里纳美斯可以自豪地说，单论英雄质量的话，我要强过费拉。费拉去地狱排到6名7名，费拉后面的恩托斯去地狱基本是第1第2。说到底还是因为元素城有魔法学院，只要费拉不成为费3级，那么就不用担心他技能数会偏了。这一点是其他派系的战士职业达不到的。和费拉相同的还有拉克斯，开局是终极战术。尽管拉克斯的水元素特长基本可以忽略不计，但是和完全没有用的费拉相比，增加的2点攻击就和观众投2个硬币一样。2个硬币对于大家庞大的硬币库存来说只是很少的一部分，但是这个硬币投出去之后确实有用，最起码这个水元素你在前期还是会带一带的，就算你不买，人家开局还送几个，并且有战术的加持，你的气元素和蝴蝶都能轻松的贴近敌方的远程兵。除此之外，拉克斯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了，他所有的长处都集中在开局带了个终极战术上。第8名什夫特兰贝斯，哎呀，开局有土系怎么能排到第8名呢？还是咱们之前说的，这里是元素城，元素城能够学到土和地下城默认能够学会转世重生是一样的。做红色在桌的都是神将，没有庸才。很显然，之前视频里面的计算方法在元素城这里不生效，和之前的兵种排名视频一样。黑龙不是最强的，但是玩家普遍喜欢用。兰贝斯从头到尾从里到外都是一个神将，但是我就是不喜欢用他首发，归根结底还是出在了特长上。他特长的魔法你从来不用，那就相当于他是个白板。护体石肤用不用？如用。无论怎么排，兰贝斯是肯定不如阿土伯的。特长方面就不说了，人家阿土伯开局带迟缓，你带石肤，怎么比呀？第7名加速特伯利斯，神将里的神将，放在大多数派系稳定前3，又是一个因为生在了元素城导致排名下降的英雄。对于元素城来说，前期开荒迟缓发挥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加速。在元素城最值钱的法术就是开局带个迟缓。伯利斯的问题是他的特长还有开局的气息冲突了，他的优势在于开局有个加速。据点的特洛克为什么强呢？因为人家前期没办法第一时间学到气息，这种情况之下还是很需要前期的特长加成的。伯利斯就不一样了，人家开局就有气息，就算你要用加速，你特不特长的其实没有区别。这里再叠个甲啊，伯利斯确实是个神将，只不过在元素城里面显得像个白板而已。第6名阿奈尔，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啊，他排到第6纯粹是因为他在元素城。和伯利斯、兰贝斯、恩托斯不同的是，阿奈尔的毁灭之光你是真的可以用一用，它的效果非常简单粗暴，就是毁灭之光降低的防御多降低2点，如果搭配上高级气息的话，一个毁灭之光降敌方7点防御。元素城和地下城一样，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5常，剩下的11个英雄出场率加一块还没有5常当中任何一个英雄出场率高，并且和地下城一样，也是分为上3常还有下2常。下2常第1位格雷尔，金币特，开局带水系，3点力量，3点指使。
格雷尔除了长得非常帅之外，他的质量是远不如阿土伯的。即使开局的技能是圣杯，他也进不了前3，更何况他开局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驱魔大法。关于格雷尔的评价就一句话，格雷尔常亚于格兰登。这时候格雷尔有话说，论质量我不行，论颜值你不行。第4名莫奈尔，开局进攻加后勤，含金量足足的，放任何派系那都是妥妥的座上宾呀。由于开局带后勤，所有的部队都是七速兵，这就使得莫奈尔是所有英雄当中第一天行动距离最远的英雄。当然这只局限于正常地形，在雪地里面最快的是那个男人。元素城的4系魔法烂大街，但是呢后勤学是毫无疑问的抢手货。元素史什么都好，就是武将技能非常难出后勤的几率更是只有2。玩元素史你只要没有欧皇附体，你是出不来后勤了。并且还是因为莫奈尔在元素气土随便学，水火可以考虑。特长的加成除了没有速度之外，10几级之前要强于其他的6级兵特。元素城小耿纳恐怖如斯。第3名小贱人萨利尔，这是一个光速通货膨胀、光速特长贬值的英雄。他的特长简单粗暴，魔法神剑伤害增加 50%。第一天出门，魔法神剑的伤害就有60点，并且由于有初级水系，他在一开始就能释放7次。论开荒的话，恐怕只有露娜和骷髅王可以胜他一筹。但是这个强势期随着你的2级魔法塔的建设就不复存在了。这是一个妥妥的前期英雄，但是呢他的前期无人能敌。小到一小块地，大到双层随机特大，萨利尔的开荒能力不容置疑。他就像是一个强化版的布朗，所有的能力值都点在前期上了。毛暴龙在排名的时候，前期英雄是要强于后期英雄的。毕竟每一局你都会有前期，但是你不一定有后期。在这种重前轻后的思想之下，你比如泰泽绝对不可能在要塞里面排到第一。至于萨利尔，他也不如全方位各个时期从头到尾都很变态的阿土伯。格兰登元素城首发率最高的英雄，论特长他是金比特，论技能开局有土系，论法术开局带个迟缓。阿土伯是游戏里面唯一的一个3级就能学到高级土系释放高级迟缓的英雄。理论上兰贝斯也行，但是概率比阿土伯小了不少，元素城的魔法塔不一定出迟缓。格兰登突出一个老少皆宜，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都会发自内心的感觉这个英雄真的强。原版的元素城凤凰巢只要1万金币，玩元素其实不怎么缺钱。深渊号角里面凤凰巢贵了，凤凰涨价了，元素城还是很缺这个金币特长的。其他的金币特辅助是主业，当主将是副业，而阿土伯就不一样了，人家当主将才是主业，至于金币的特长只是小兼职而已。当然即使是有迟缓，他第1周的开荒也不如小贱人，但是之后嘛就遥遥领先了。这是一个看上去就是神将，而且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英雄。与之相对的就是元素城毫无疑问的第1神将露娜。得益于鹰3用脚做的平衡，露娜是全游戏里面最强的开荒英雄，没有之一。他的特长简单粗暴，你的火墙伤害翻倍。火墙着实不是一个好技能，但是人家露娜开局带着还有一个火系，运用得当的话，一个小蝴蝶就能烧死敌方的千军万马。一直有朋友好奇为什么这么强深渊号角里面没有ban掉呢？没有ban掉其实就一句话， PVP 里面它不如大脸还有凯瑟瑞变态。因为火墙就是一个 PVE 的技能， PVP 我想没有玩家会傻到主动撞火墙。深渊号角在工厂族出现之前曾经发文说，新的版本要加强某一个火系魔法。当连珠火球还有地狱烈焰准备好吃席的时候，却发现加强的是火墙。现在火墙的伤害比之前多了 50%， 但与之相对的，露娜的加成从之前的翻倍变成了增加 25%， 数值方面更平衡了，原来最初打80，现在打68。看来深渊号角还是鼓励玩家在 PVP 里面多释放一些火墙。UP 主对露娜的评价就是她实在过强，强到玩家不喜欢用。一是火墙的释放略有门槛，如果你真的学会了，你用露娜的话玩几局也就够了。它就像游戏里面输作弊码一样，一开始觉得很新鲜，久而久之感觉没什么乐趣。其次就是火墙虽然简单粗暴，但是想要用好火墙的话，学问可就大了。绝大部分玩家玩鹰3还是怎么轻松怎么来，简单来讲就是打个小电脑，我是来放松的，不是来动脑子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投票黑龙能够排到第3的原因，人家省心呀。而火墙呢，就算是久经考验的老火墙玩家，你也不能保证100%的释放火墙的时候不出错。如果出错了怎么办呢？重打呀。对于毛暴龙这种不喜欢独当的玩家来说，火墙肯定不是首选。
之前有个评论说的非常好，我都玩元素了，我还动什么脑子呢？说实话，深渊号角里面元素城的削弱比较伤。上一个版本你升级蓝蝴蝶还得建设魔法学院，在玩家的一阵痛骂之后，现在又给改回去了。说到底还是当年元素城机制不平衡留下来的债。即使是多方削弱，现在的元素城有魔法学院的存在，它的英雄阵容还是全部派系最强的。那么下一期视频咱们看一下深渊号角的最新派系还有原版鹰3的最新派系之间有什么差距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谢谢朋友们。